在嬴政挥剑扫灭六国之前的75年，秦国的朝堂上其实并没有真正的主人，或者说那个名为王的男人只是前台的代理人，躲在幕后。真正掌控着大秦帝国底层代码，决定帝国走向的是嬴政的曾祖母芈八字芈月，后世称为宣太后。若没有她在大秦最脆弱的时刻进行那场血腥的资产重组，嬴政引以为傲的铁骑恐怕连函谷关都走不出去。她不是历史课本里那个风流艳后的花边助教，她是帝国第一位将人性与国运进行等价交换的审计官。武王薨，诸帝争利，公子壮与大臣不服，而拥立武王帝季君为乱。大秦帝国的系统曾面临过一次毁灭性的宕机，秦武王举鼎暴毙，这不仅是一次意外的死亡事件，更引发了严重的权限危机。按照周礼宗法的原始代码，王位的继承权本不在芈月的子嗣序列中。当时咸阳城的局势相当于一家巨型财阀失去了董事长，内部董事会分裂，外部竞争对手魏国、赵国虎视眈眈，随时准备对秦国进行肢解。在这个权力真空的死局中，芈月表现出了超越性别的冷酷，她没有寻求法理上的解释，因为她知道在乱世，解释权归属于活下来的赢家。他启动了非常规的应急预案，他利用自己楚国宗室的背景，通过义父长弟魏冉，直接从外部引入了军事力量。这是一次针对秦国旧贵族阶层的定向爆破。他没有选择温和的谈判，他选择让咸阳流血。惠文后的嫡系、武王的亲信，以及那些自以为拥有继承权的公子们，在极短的时间内被物理清除。这在史书中被称为季君之乱的平定，实则是秦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坏账清洗。通过杀戮，他强行修改了帝国的继承法则。他告诉所有秦人，从今往后，血统不再是权力的唯一凭证，实力才是。这场清洗虽然残酷，但他为秦国剔除了冗余的贵族势力，让权力高度集中到了太后与穰侯这个新的核心中枢上。这是帝国走向集权的第一步，血色积累。妾室先王也，先王以其婢加妾之身，妾困不疲也。当韩国被楚国围攻，危在旦夕，韩国使者上进来到秦庭，试图用唇亡齿寒这种儒家伦理来道德绑架秦国出兵。面对这种虚无缥缈的价值勒索，宣太后在庄严的朝堂之上给出了一个让后世腐儒目瞪口呆的回答。她说，当年先王把大腿压在我身上，我不觉得累，反而觉得舒服。这句被后世无数次断章取义的黄段子，在审计师看来其实是战国时代最顶级的博弈论。他用最粗俗的生理体验解构了最神圣的外交辞令。他在质问韩国，先王压我是因为哪怕身体沉重，但我能从中获得快感和利益。现在你们让我出兵救韩，这会消耗我大秦的国力，流我大秦战士的血，这比大腿要重千百倍，但我能得到什么爽感？如果你给不出对价，我为什么要动？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。从这一刻起，大秦帝国彻底剥离了周天子那一套温情脉脉的礼乐外衣。宣太后将国家意志简化为了纯粹的商业逻辑，没有道义，只有交易；没有盟友，只有利益共同体。这种绝对的实用主义成为了后来商鞅变法能够彻底执行的精神土壤。它教给了秦国人一个真理，在虎狼的世界里，不仅要脸厚，更要心黑。任何不以获利为目的的军事行动，都是对国家资产的挥霍。秦昭王时，义渠荣王与宣太后乱，有2子。这是嬴政家族史上最讳莫如深的一笔资产负债。在秦国崛起的版图中，西部的义渠戎狄始终是一个巨大的漏洞，他们像狼群一样游弋在秦国的后方。每当秦军想要东出函谷，义渠人就会在背后撕咬。如果不解决这个后顾之忧，秦国永远只能是一个2流的诸侯国。常规的解决方案是战争，但当时的秦国主力部队正被死死盯在东线战场，根本无力开启双线作战。如果是男性君主，此刻面临的是死局，但宣太后是女性，她拥有男性君主不具备的特殊资产。她启动了黑寡妇协议，她邀请这位野蛮的戎王入局的筹码是她的身体。请不要用今天的道德标准去审视这段长达30年的私情。在宣太后的账本里，这是一次高风险高回报的长期投资。她用自己的子宫作为机密政策的容器，为秦国争取了整整30年的和平窗口期。这30年是秦国国力呈指数级增长的关键期。因为后方安稳，秦军得以在伊阙之战斩首韩魏24万，得以攻破楚国郢都，得以从容地进行变法升级。而那2个生下来的私生子，以及他在甘泉宫里的温存，都是他为了麻痹对手而支付的利息。义渠王以为自己征服了秦国的太后，殊不知自己只是太后棋盘上一枚被暂时锁定的死棋。这种隐忍与布局展现了他作为顶级操盘手深不可测的心机。他把女性的柔弱锻造成了比青铜剑更致命的武器。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，遂起兵伐残义渠。
时间来到了秦昭襄王35年，此时的秦国已经完成了对六国的战略包围，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。而在甘泉宫里享受了30年温柔乡的义渠王，其利用价值已经随着秦国国力的增强而急速贬值，从曾经的战略盟友变成了现在的不良资产。既然是坏账，就必须核销。宣太后的手段冷酷得令人战栗，她没有像普通妇人那样顾念旧情，也没有像常规政治家那样寻找借口，她只是在甘泉宫设下了一个温柔的陷阱，将那个在此生活了半辈子的男人，他2个孩子的父亲诱而杀之。那一刀斩断的不仅是30年的情分，更是秦国西部数百年的边患。随着义渠王的人头落地，早已在宫外埋伏的秦军如黑色洪流般席卷了义渠草原，没有任何悬念，义渠国被彻底清洗，变成了秦国的陇西、北地、上郡。这才是真正的宣太后。在她的算法里，任何人，包括枕边人，都只是实现帝国霸业的燃料。当燃料耗尽，为了防止产生废气，必须果断切断。她用最决绝的方式为曾孙嬴政扫平了统一路上最后一块绊脚石，从此秦剑所指，再无后顾之忧。秦之国有太后、穰侯、华阳、高陵、荆阳，不闻其有王。权力是有毒的，长期持有绝对权力的宣太后最终也没能逃脱历史周期的诅咒。在执政的晚期，为了巩固统治，她构建了一套名为四贵的防火墙。穰侯魏冉、华阳君米荣、荆阳君、高陵君这4个拥有芈氏血统的男人，垄断了秦国所有的军政大权。这时的秦国，与其说是嬴姓赵氏的天下，不如说是芈氏的家族企业。昭襄王嬴稷这位后来威震天下的君主，在母亲和舅舅的阴影下，整整隐忍了41年。他像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，看着国家的利润被母系家族瓜分，看着魏冉的私产超过了王室的府库。这种家天下的架构，在初期是稳定政权的压舱石，但在后期已经演变成了阻碍帝国进化的巨大肿瘤，公权私用，任人唯亲，政令不通。这些大公司病开始腐蚀秦国这台精密的战争机器。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秦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和衰退。宣太后曾经的拯救者，现在变成了系统最大的隐患。范雎至秦，王庭嬴谓范雎曰：“寡人已以身受令久矣。”当来自魏国的落魄便士范雎站在秦王面前，说出那句振聋发聩的秦人只知有太后，不知有秦王时，大秦帝国的最高权力迎来了最后的交割时刻。这句话唤醒了嬴稷作为君王的生物本能，也敲响了宣太后时代的丧钟。但这恰恰是宣太后最值得被审计师致敬的地方。当嬴稷发动政变，收回玺印，驱逐四贵时，这位掌握了秦国近半个世纪权柄的女人，并没有选择鱼死网破，她手里依然有牌，依然有死忠。如果她想反击，秦国必将陷入惨烈的内战，但他没有，他平静地接受了被废除的命运，因为他比谁都清楚，他穷尽一生打造的这个帝国是为了一统天下而存在的。如果要完成这个宏愿，秦国只能有一个头脑，只能有一个声音，那个声音不能是他，只能是嬴姓的王。他选择了自我牺牲，来完成秦国从贵族共和向中央集权的最后惊险一跃。他看着自己的弟弟和儿子被赶出咸阳，看着自己被幽禁在深宫，这不仅是母爱的体现，更是一个顶级政治家的觉悟。他知道，只有他退场，嬴稷才能真正长大；只有芈氏家族退场，大秦的官僚机器才能高效运转。他用自己的陨落，为大秦帝国铺平了通向帝制的最后1公里路。75年后，那个叫嬴政的曾孙，之所以能站在咸阳宫的最高处俯瞰六国，是因为他的脚下踩着宣太后用铁血手腕夯实的每一寸地基。宣太后芈月，她是秦国的子宫，也是秦国的刀锋。她用女性的特质完成了男性君主无法完成的原始积累。在审计师的最终报告里，她不欠秦国分毫，是秦国的历史欠她一个公允的评价。